直播綜藝上，我被老中醫把脈診斷出縱慾過度。新晉小鮮肉驚訝無嘴，可繼影後這幾個月都和我在一起拍戲，你和誰縱慾呢？和我秘密戀愛8年的季承威也黑了臉，沉着怒氣看向我。回憶起那個女人懷抱中的溫柔，我笑了。只是熒幕情侶而已，當不得真。我的良緣另有其人。此話一出，現場安靜了1秒鐘。不僅因為我是圈內出了名的拼命三郎，每天奔走於各大劇組，幾乎沒有空閒，更是因為我和季承威綁定3年，從出道時就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期間狗仔不止一次拍到過我們一起回家，一起過節，一起約會，所有人都默認了我們就是一對。現在我被爆出私生活，卻與他無關，並且我親口說出熒幕情侶這4個字，推翻了我們以前所有的默契和潛力互動。在場的所有人都沒想到我會是這個回答，紛紛瞪大了眼睛。直播彈幕也在不斷地刷着問號。顧蕭這是瘋了還是合約要到期了？怎麼敢突然公開啊？可憐季影後了，被人被刺一刀，對顧蕭粉轉黑，一聲黑。不是就沒人關注顧蕭那個對象是誰嗎？私生活這麼混亂還當演員，顧界 CP 早就斃了哈。前段時間不是還拍到季影後送周青回家一夜沒出來嗎？那個時候怎麼不說他被刺？在有人刻意帶節奏的情況下，脫粉顧蕭私生活混亂等詞條迅速衝上熱搜。期間也不乏有為我說話的粉絲和路人發出去的評論1秒沉底。坐在我對面的季承威徹底沉下臉，裡面似乎還藏着淡不可見的火苗。他直直看向我，剛想開口說什麼，就被身邊的周青打斷。顧蕭哥不會是買通了老中醫在做節目效果吧？他咯咯咯的笑出聲，我知道了，肯定是這段時間我和薇薇姐走得太近，惹你生氣，你故意搞這一出，想讓薇薇姐生氣吃醋。說着，他捂着嘴笑，偷偷的給我使了個我都懂的眼神。他這句話一說出口，彈幕瞬間又炸開了鍋。如果周青說的是真的，那顧蕭很賤了。顧蕭不知道自己走的是事業型的路子嗎？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女人造自己私生活不檢點的謠啊？季承威也信了周青的話，鬆了口氣後一臉不贊同的看着我。我和小青只是朋友，你不應該找別人幫你撒這樣的謊。磕到了。季影後主動解釋了，某位大叔別再做了好嗎？有台階就下吧。所以什麼事業型男星、拼命三郎都是人設吧？其實就是個死戀愛腦。顧蕭戀愛腦去死！眼看彈幕不受控制，上面刷滿了對我的詛咒和謾罵，節目組不得不在後台直接關閉顯示彈幕。主持人也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愣在原地，好幾次想開口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了，顧蕭哥你就別鬧了，節目組好不容易請的全國著名的老中醫來給我們講授知識，可不能讓你一個人給毀了。周青看似好心的站出來幫我打圓場，實際上不分青紅皂白給我扣了任性妄為、自私自利2口大鍋。他眼底帶着得意的看着我，我扯了扯嘴角，不理會他的挑釁。打斷老師的話的人不是你嗎？我可是坐在這裡安安靜靜等着老師講授把脈的知識。說完，我垂眸將大家的視線拉回案台上，我的手腕規規矩矩的放着，老中醫的手指正搭在上面，老中医這才插上話。他板着臉一本正經，對，在中醫把脈這一門學問中，這是最基礎的脈象，我絕不可能出錯。這位先生就是縱慾過度。周青有一點沒說錯，這個老中醫確實是國寶級人物，節目組好不容易請來的，脾氣不小。剛才被周青接2連3的打斷，他有些不高興，但看在我還算尊敬的份上，他還是仔細叮囑着我要控制。最後他拍了拍我的手背，放心，你還年輕，而且身體很好，很快就會恢復的。我說了聲謝謝，站起身讓出座位。現在再沒人敢質疑老中醫配合我說謊了，只有季承威面含怒氣，陰沉沉地站在所有人後面，一雙眼睛正死死地盯着我。中醫诊脈流程結束後，差不多已經中午11點，主持人讓大家各自回房間休整一下，半個小時後到1樓大廳吃飯。嘉賓的房間在3樓，沒有攝像機。我剛走上樓，就看見季承威站在我的房間門口等着。我裝作沒看見他，等助理把門打開後徑直走進去。可就在我準備把門關上的那一瞬間，季承威伸手擋住，他看着我，臉上不知是不耐煩還是怒火。別鬧了行嗎？我都說了和小青只是朋友，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所以在他家裡睡了一夜，沒接你電話是因為手機沒電了。
這幾個月我們在一起也是為了工作。我面無表情。哦，你就哦。季承威不可置信地等着我，似是不明白為什麼我會這麼冷靜。畢竟以前我每聽到他和周青的消息，總是要鬧一場。尤其是3個月前，我給他打了幾十個電話都沒打通，隔天卻在娛樂板塊看見他和周青共度一夜的消息。我當天就找到他，質問他為什麼。他面無表情地看着我，眉頭皺緊，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話：你在鬧什麼？像個瘋子一樣。我氣笑了，砸爛了他辦公室裡所有東西，發了一句分手，然後拉黑了他的聯繫方式。他不僅沒有任何挽回措施，還轉頭就帶着周青進組。這段時間，兩人在劇組裡的親密互動不知道衝上過多少次熱搜。要早知道這檔綜藝還要請了他們2個，我也不會來。像是不滿意我冷淡的態度，季承威抓着我的手，雙眼泛起水霧，活生生像是我欺負了他。深知他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偏執性格，我嘆了口氣：你想讓我怎麼做？歇斯底里的和你吵一架，或者曝光我們曾經真的在一起過8年的事，然後你就可以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指責我像個瘋子一樣。聽到這2個字，季承威渾身一僵，臉上難得的露出悔意。對不起，我當時說話沒經過腦子，以後不會了。但你也不能拿分手來威脅我，還當着所有人的面撒謊說你和別人亂搞。我和季承威相識15年，相戀8年。他深知我一生中害怕的事就是變成和我父親一樣。我們家有遺傳性精神疾病，而我的父親在婚後的第3年遭受妻子背叛，精神病被迫發作。幼年時的我不明白爸爸到底怎麼了。他有時候會温言細語和我講述人生道理，幫我穿好衣服，帶我去遊樂場玩。有的時候會掐着我的脖子死死按進水缸裡，問我為什麼還不死。我愛他又恨他，他是人人口中的瘋子，卻是我唯一的爸爸。每次我挨打之後，都會跑到季承威家裡，他将我藏在他的被子裡，隔着被子將我抱在懷裡，輕輕地拍打我的背。阿蕭別怕，我來保護你。最害怕時，我問他，我會不會變成父親那樣？他用淡棕色的眼睛看着我，一字一句認真道：不會，顧蕭永遠不會變成瘋子。而現在他會脫口而出，說我像個瘋子一樣。收回思緒，我看向他，說分手不是威脅你，是通知你。還有，不管你信不信，我是真的愛上了別人。我們在一起已經3個月了，夠了，別再說了。季承威冷笑一聲，直接打斷我的話：你覺得我信嗎？我們3個月沒見面，你就出來一個在一起3個月的對象，撒謊也不找個好點的理由。他還想說什麼，放在口袋裡的手機響起來，他掏出來一看，上面備註着小青2個字。接通後，聽筒裡傳出周青壓着氣泡音的聲音：薇薇姐，這房間裡怎麼開不了熱水啊？我想洗個澡，衣服都脫了，你能過來幫我看看嗎？聽到這兒，季承威有些慌張地看了我一眼，趕緊解釋他助理出去買東西了，只能找我幫忙。我點點頭表示理解，畢竟一起錄節目的男嘉賓他不找，樓下的男主持他不找，也只有找他這個異性了。那頭的周青也猜到我在旁邊，出聲解釋：顧蕭哥別誤會啊，只是我之前在組裡找薇薇姐幫忙習慣了，所以下意識找她。你要是介意的話，我找別人也行。剛說完，他那邊就傳來一聲尖叫，下一秒電話掛斷，季承威立馬邁開步子就要走。走之前，他回頭看了我一眼，等這次綜藝錄完，我會回去的。你不是一直說想去斯里蘭卡度假嗎？我陪你去行了吧，別再鬧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季承威右邊坐着周青，左邊的位置空出來。見我出現，他一個眼神示意我坐他旁邊，我沒理會，找了個角落的位置坐下。季承威面色一沉，明顯不高興了。見人齊了，節目組開始上菜，一道道菜端上來，有個嘉賓驚呼一聲：這不會是石味軒的菜吧？石味軒是國內最大的藥商旗下的藥膳館，每道菜所用的食材都要是最好的，因此他每天只接待5桌客人，還拒絕外帶。要吃的話，至少要提前半個月預約。見午飯安排的是石味軒，在場所有人都驚訝了，包括彈幕。天哪，天哪，我居然在一個綜藝上看見了石味軒。話說石味軒不是不准外送嗎？不會是因為周青吧？我家小青前幾天發養生視頻的時候還說最想吃石味軒，今天老板就巴巴送過來了，說是巧合都沒人信。周青這麼牛嗎？如果是真的呢，我就要粉他了。笑死，並不是誰都追星的好嗎？人家就不能是正常的合作？
彈幕刷得很快，但觀眾討論的話題還是能看見。只見周青不自覺挺直了腰背，嘴角掛着一抹得意的笑，整個人散發出難以言喻的喜悅。他驚訝地捂了捂嘴。前段時間我和薇薇姐拍了一部關於養生的戲，我們私底下也約着去吃了好多藥膳館，但我最想吃的還是十味軒，所以就拍了個視頻。沒想到十味軒的老闆也看我的視頻，還在節目上送了這麼多吃的來，真是太感謝了。說完，他對着鏡頭露出一個甜甜的笑，還比了一個心。彈幕上，他那些粉絲又開始刷了：小青牛大黑子的臉，笑死！剛才是誰說合作來着？要不是我們小青，你家正主這輩子也吃不上這碗飯。相對於彈幕討論的話題，主持人的關注點反倒在周青和季承威兩人身上。小青剛才說經常和季影后約着出去吃飯，他打趣地說，可我聽圈內其他人說季影后可是非常不好約呢。周青害羞地低頭，是嗎？可是我每次約薇薇姐都能約出來哎。旁邊的季承威也寵溺地配合，小青約我，我怎麼捨得拒絕？說話間，他瞥了我一眼，我知道他是在用這種方式懲罰我剛剛沒有坐到他旁邊，我只覺得可笑。最後一道菜是用各種藥材煲的雞湯，穿着十味軒工作服的服務員拿着一摞碗碟過來給大家盛湯，剛好盛到我這裡的時候湯沒了，我身在半空中的手頓住，笑死！誰都知道十味軒的湯是按照人頭來煲的，這代表着人家根本沒準備他的份啊！哈哈哈，誰讓顧蕭之前一直欺負我家小青來着？老闆肯定是在幫小青報仇。爽了，就不給他喝，氣氛一瞬間凝固。周青站起來，要不我這碗給顧蕭哥吧？真是不好意思啊，是我粉絲不懂事。季承威攔住他，不用管他，既然十味軒的老闆是你的粉絲，他一定不會希望你把湯讓給別人。他說完，周青露出愧疚的神色，一臉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在場的其他人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該說什麼。下一秒，只見一個穿着廚師衣服的人端着個小砂鍋從廚房走出來，徑直走到我身邊，把砂鍋放在我面前。他弓着身，態度謙卑說：顧先生，剛才那份雞湯藥材太補，不適合您現在的身體，這是我們老闆專門囑咐為您準備的湯，放了最好的聖經草。一瞬間，直播間的彈幕再次炸開。要是我沒記錯的話，這人是不是之前被央媒採訪過的那個十味軒主廚？前面的沒記錯是他。無形中，我聽見兩聲啪啪的巴掌，響亮的扇在季承威和周青臉上。尤其是主廚離開前還留下一句：我們老闆說很期待與你再見面。周青的臉都綠了，他的粉絲也沒了動靜。節目錄製一結束，顧蕭十味軒、顧蕭金主等詞條衝上熱搜。更離譜的還是顧蕭小三這個詞條。有個自稱是圈內人的博主出來爆料說，經常看見我和十味軒老闆一起出入酒店。雖然十味軒老闆很神秘，幾乎沒出現過在公眾的面前，但眾所周知的是他有老婆孩子。經紀人方姐看見這個詞條後，氣得差點沒喘上氣，肯定是周青團隊買的黑熱搜。他們惡不惡心啊？十味軒老闆對他好就是他粉絲，對你好就是潛規則，這是人能想出來的邏輯嗎？眼見他氣得不行，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讓他先緩一緩。以我對周青的了解，他絕對還有後招。果然，沒過多久，他的工作室就發了一條他和季承威一起錄的劇宣視頻。其中，主持人問周青對參加直播綜藝時鬧出的烏龍怎麼看？周青一臉無奈，也怪顧蕭哥太低調了，明明和十味軒的老闆關係不菲，卻不和我說，害得我自作多情。不過，他話音一轉，我還是想在這裡勸勸顧蕭哥，調理身體雖然好，但為人的品德更加重要。旁邊的季承威跟着點頭，而後兩人相視一笑。評論區全是在磕兩個人好甜的。而在這條視頻發布後，周青勸顧蕭重視人品詞條登榜熱搜。這時，我的手機接連響了好幾聲，我點開一看，是季承威發來的消息。這就是你任性的後果。如果你早聽我的話，在節目上澄清你根本沒有做那麼些事，現在也不會變成這樣。我這幾天不回去了，你也不要來找我。光是看着這些冰冷的文字，我也能想象到他拿着手機面色冷漠的樣子。我扯了扯嘴角，發過去一句話：用不着你操心。接着，我點開置頂的那個對話框，給在外出差的某人發消息：我可以公開嗎？不會提到你。1秒鐘後，那邊回過來：都可以。我看着這3個字，不明白他說的是公開都可以，還是提到他都可以。
想罷，我翻出書櫃裡的結婚證，對着封面拍了一張。3個月前已結婚，他是圈外人。我這條動態已經發出去，整個平台幾乎陷入癱瘓。1秒之後，石偉軒的官號轉發了我這條動態。顧先生與其夫人是本店至尊顧客，所有造謠言論已委託律師取證，網絡並非法外之地。我公布自己已經結婚和石偉軒表態後，網上對我的討論就從我給別人當小三，到我的結婚對象是誰。在一眾離譜的猜測中，有人出來爆料說和我領證的人是季承威。據可靠消息，顧潇和季承威是真情侶，兩人在一起好幾年了。這條消息一出來，比網友反應更激烈的是季承威本人。他第一時間給我打來電話，接通後就是一陣大罵：顧潇，你是不是瘋了？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現在在事業上生妻，不能曝光戀情？你以為隨便找一張假證，然後找個假粉絲爆料就能逼我承認跟你的關係，然後和你結婚嗎？他說話的速度太快，我根本插不上嘴，但我還是聽明白了。他以為網上爆料這個人是我故意找的，為的就是逼他公開和我的戀情。呵，他真是想象力豐富。最後他扔下一句：你自己好自為之，就把電話掛了。在他打來電話的3分鐘之後，季承威的個人賬號和工作室賬號分別發布了公開戀情的動態，照片裡是一雙緊握着的手，同時艾特了周青，你好，男朋友。周青那邊也發了同樣的照片和文案，艾特季承威，你好，女朋友。網上季承威和周青的 CP 粉簡直普天同慶，尤其是季承威的粉絲，可喜可賀，終於不用和顧潇那個3線胡咖炒作了。笑死！季影后肯定是被某人硬蹭的操作給氣到了，所以才公布戀情。顧潇偷雞不成18米，現在不會抱着自己1.5米的大胖子滿臉油光素忍老婆哭吧？芳姐也看到了這些消息，問我家那位會不會不高興。我抿了抿唇，不確定，但還是發了個消息過去，解釋了一下。沒想到許優只說沒關係，會有機會證明給他們看的。我以為許優只是在開玩笑。結果在綜藝第2期開始錄之前，節目組發消息來說第2期是夫妻模式，需要帶自己的另一半。我把這條消息轉發給許優，問他要參加嗎？他說要。看到這個字，我心裡突然動了一下。我和許優第一次見面是在2年前的一場慈善晚會上，我作為珠寶代言人在場內展示珠寶，中途去洗手間的時候被一個喝醉的中年女人攔住，她抓着我的手讓她胸口上放，力氣十分大。我當時因為喝了酒，本就醉意上頭，加上脖子上還戴着價值不菲的珠寶，不敢大力掙扎，根本掙不開。眼見我的手就要接觸到她的胸口，隨着一道沉穩低調的檀香襲來，一巴掌扇在那女人的臉上，緊接着她就被一腳踹開，我嚇了一跳，轉頭看見一個身材窈窕、穿着黑色晚禮服、踩着10厘米高跟的女人站在我身後，她的頭髮被燙成大波浪，露出精緻的小臉，眉眼深邃，鼻梁高挺，有點像混血。見我呆愣在原地，她輕笑一聲，紅唇輕啟，讓我打電話給助理，讓人來接我。到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許氏總裁許優。那次之後我再也沒見過他，一直到3個月前，療養院的人打電話來說我爸突發心臟病，要馬上進行手術，嚴重的話還需要移植心臟。自從我進娛樂圈，我就把我爸從精神病院接出來送進療養院，找了專门的人照顧他。這些年我爸的身體一直不好，我賺的錢根本就沒剩下多少，連手術費的零頭都不夠。於是我給季承威打了一晚上的電話，他都沒有接。走投無路之下，許優找到我，他說不僅可以幫我支付手術費用，還能幫我找國際上最頂尖的醫生來做手術，條件是我要和他結婚。傾盆大雨的夜晚，他撐着一把黑色的傘從車上走下來，傘面微微朝我傾斜，我幾乎沒有猶豫，點頭同意。我爸手術成功的第2天，許優就帶着我去領了證。考慮到我工作的特殊性，我們沒有辦婚禮。如果不是在綜藝上被中醫診出賣相，我也不會公開已經結婚的事。第2期綜藝錄製的主題是莊園，節目組說這次的錄製地點在國外，由一個神秘嘉賓提供。大家都還在猜測這個神秘嘉賓是誰的時候，節目組直接發布了莊園的名稱，納維斯頓，是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莊園之一。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這個莊園好幾年前是不是就被許氏買下來了？許氏是我想的那個許氏嗎？樓上的別懷疑自己就是那個許氏。我查了資料，
這個莊園現在就在許攸名下。許攸這個名字，就連不關注金融圈的人都聽說過。一個女人，少年神童，16歲本科畢業，被國際名校錄取，碩博連讀。畢業後自己創業，2年就帶領着團隊讓公司成功上市。3年前，他回國任職許氏副總，一步步將公司版圖拓寬3倍不止，成功晉升為總裁。如今才26歲，年輕漂亮，有多金，自己能力還強。這個消息發出去後，網上有人猜測神秘人會不會是許攸，但節目組一直沒給出回應。很快就到了節目錄製當天，我們一行人在節目組的安排下坐飛機過去。下了飛機後，還有專門的商務車來接。由於節目組提前說了需要帶自己的另一半，這一期的嘉賓都是成雙成對。季承威和周青更是在公布戀情後第一次出現，兩人少不了要秀恩愛。像是怕我在直播過程中爆雷，季承威在抵達莊園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堵在休息室門口，警告我等一下離他遠一點。你也知道，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不容易，要不是你突然發神經，又是撒謊說自己縱慾，又是曬假結婚證，我經紀人也不會為了讓我跟你撇清關係而選擇讓我和周青炒作。看他自顧自的說話，我問，你這幾天回去過嗎？聽到我的問題，他頓了頓，看向我的眼神裡有些心虛，還沒有。他急着解釋，不過你放心，我和他就是逢場作戲，等這一陣風波過去後我就回去，我們還和以前一樣。我無所謂的笑道，打斷他，怪不得。季承威不再說話，疑惑地看着我。我說，雖然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認定我結婚是假的，交往是假的，但我要向你強調一點，我們已經分手了。景雲城那套房子我早就賣了，你的那一半錢已經打在你卡上了。至於你的東西，在保安室裡，自己找個時間去拿吧。景雲城的房子就是這些年狗仔一直拍到的我們經常回的家，那是我拍完第一部屬於自己的男主戲，拿到片酬後買的。從小到大，我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可當我拿着錢興沖沖跑到售樓部看房時，發現自己只能付一半的錢。這時，季承威拿出了自己所有的存款。他進入娛樂圈比我晚，片酬也比我低，我不願意接受。他說，就當是我們的婚房好了，反正我們一定會一直在一起，這就是我們的家。現在，當季承威聽見我把我們的家賣掉後，抓着我的手一僵，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目眦欲裂，你把房子賣了？我挑眉，當然，我們都分手了，以前的東西還是算清楚。他聲音裡終於染上了幾分慍怒，誰說我們分手了？你是不是因為周青？我跟你說了，那只是權宜之計，過段時間就好了。你到底在鬧什麼？我冷着臉甩開他的手，我沒鬧，他還想追過來。我看了眼時間，還有2分鐘就要開始錄制了，你確定要在這裡和我吵架？季承威不得已黑着臉走了。直播開始前1分鐘，所有人都到齊了，除了許攸。周青一臉幸災樂禍地看着我，顧蕭哥怎麼一個人啊？你不是結婚了嗎？你老婆呢？還不等我開口回答，他猛地拍了一下自己腦袋，笑嘻嘻地說，我忘了今天星期一，嫂子肯定還在公司上班吧？打工人真命苦。我冷眼看着他，嗤笑，用不着你擔心，沒你命苦。周青臉色一變，他的粉絲也開始刷彈幕。顧蕭吃火藥了，我們家小青好心問他，他還對上了。說不定就是因為小青戳到他傷疤了，他才不高興。主持人見形勢不對，趕緊站出來緩和氣氛，將話題往季承威和周青2人身上引。沒想到出發前還很配合的季承威卻一臉冷漠，緊皺着眉頭對周青一臉愛答不理的樣子。見狀，主持人尷尬地笑了2聲，問我的另一半什麼時候到。我看了眼手機上的新消息，說進去吧，他在裡面等我們。聞言，季承威抬眼掃過來，眼底的情緒莫名，彈幕上是一片嘲笑。哈哈哈，他居然說他老婆在那維斯頓莊園裡，他在做夢嗎？我猜是等下來開門的那個。太好笑了，顧蕭的經紀人什麼時候帶他去醫院看看腦子吧？主持人乾咳2聲，裝作沒看到，領着大家往房子裡面走。這幢房一共有5層，大廳裝修的金碧輝煌，牆上還掛着出自各個藝術家的畫。就在彈幕嘲笑着質問我人在哪裡的時候，許攸從樓上下來。她穿着一身墨綠色長裙，袖口和裙邊都繡着蓮花圖案，一身的裝飾剛好和我是一套。我挑眉，怪不得她今早上專門打電話要我穿這件西裝。看見她，在場的所有人都站了起來。
尤其是周青，簡直兩眼放光。他快步走上前：“許總你好，我是完美的代言人周青，很高興見到你。”完美是許氏旗下一個美妝公司某個品牌的名字。不得不說，周青很會和人套近乎。不過他這次遇到的是許攸，後者什麼也沒說，直接略過他和主持人打招呼：“抱歉，因為工作原因沒辦法跟上節目組的原計劃，只能拜託大家遷就我來這裡了。”主持人在來之前知道神秘嘉賓是許攸，已經做好他非常不好相處的心理準備了。沒想到面對面接觸時，對方居然這麼謙遜有禮貌，雖然也帶着一股上位者的氣勢，但比起娛樂園很多耍大牌的明星都要好。不過讓節目組遷就他是什麼意思？還沒等他想明白，就見許攸對着我伸出手：“阿蕭，你來。”在眾人驚訝的目光下，我抬步走過去，握住許攸的手：“給大家介紹一下，這是我的老婆，也是我結婚證上的另一位。”哐當一聲，我轉頭看去，原來是季承威沒拿穩手中的杯子掉在了地上，玻璃碎片劃過站在他旁邊的周青的腳踝。他看也沒看一眼，一雙猩紅的眼睛直勾勾盯着我，似要將我這個人看穿。彈幕也在瘋狂刷屏：“臥槽，顧蕭的老婆居然真的是許攸，黑子說話。周青不過是代言了許氏底下的一個小品牌，就這麼得瑟。現在顧蕭成了許氏總裁老公，他不得氣吐血啊！哼，我們小青是高質量男性，靠自己不靠女人。哈哈哈，這是我聽過最大的笑話。誰不知道周青是一路蹭女明星蹭過來的？”彈幕吵得不可開交，但綜藝現場沒人關心，其他嘉賓都還在震驚我隱婚3個月的老婆是許攸，周青則是真的要氣得吐血了。而季承威，他垂在身側的雙手握緊，眼眶逐漸泛紅，深沉如墨的眸子像是即將捲起狂風暴雨。若說在許攸出現之前，他還在安慰自己，我不過是和他鬧脾氣，即便是真的有人和我一起上節目，那也是我花錢雇的。在許攸出現後，他這種期望落空了，因為沒有人能花錢許攸做戲。眼看着我和許攸手牽手，姿態親密又曖昧，他心裡那團火焰幾乎快把自己燒乾，但礙於還在直播，他沒辦法來質問我。錄製結束當天晚上，季承威敲響了我的房門，開門的不是我，是許攸。季承威臉色瞬間變黑：“顧蕭呢？”“許攸，這麼晚了，你找我老公幹什麼？”季承威咬咬牙笑了：“那他媽是我老公，我們在一起8年了，你算個什麼東西？”許攸也不氣：“是嗎？8年又怎樣？我們結婚了，有結婚證的那種，你有嗎？”這句話簡直是戳到季承威肺管子上了，他揚起巴掌就往許攸臉上扇。許攸從小到大的體能訓練也不是吃素的，幾個回合下來，季承威簡直是被按在地上打，最後還是工作人員聽見動靜上來阻止。許攸冷笑着看季承威被人抬走，轉身進房間。見他臉上泛紅，我趕緊從床上起來，找出醫藥箱給他上藥。許攸握着我的手說：“沒事，我給你報仇了。剛才有人來敲門時，我就猜到是季承威。許攸讓我躺在床上不許出去，我還以為他是不想讓我和季承威再有往來。沒想到他打的是這個主意，我心裡的某個地方突然軟下去。第2期直播結束後，我推掉了後面的綜藝錄製，節目組看在許攸的面子上，很爽快的就同意了。直到7個月後，我手上的工作基本處理完，也沒有再接新的工作，在家閒着，我準備動手寫一個劇本。在此期間，季承威一直想盡各種辦法聯繫我，想見我一面，可惜他的所有聯繫方式都被我拉黑了。我以為他會就此放棄，沒想到這個瘋子居然直接在微博上艾特我。我錯了，求你原諒我。他這一操作直接把服務器再次搞癱瘓。上次爆料我和季承威戀情的那個人站出來，其實我跟季承威和顧蕭2個人是高中同學，他們倆感情一直挺好的。高中畢業的時候，我親眼看見季承威主動表白，顧蕭答應了。看着他們這些年在娛樂圈感情也這麼好，我挺欣慰的。沒想到最後卻是這個結局。說着，他還在評論區放了一張圖，即便是畫質模糊，但還是能看清在走廊昏暗的燈光下，少女時期的季承威捧着一束鮮花站在我面前，臉上滿是小心翼翼與希冀。有了實錘，網友們開始扒時間線。周青之3當3的事就這麼暴露出來，他聯繫季承威，想讓他幫自己澄清解釋一下。結果季承威直接在網上說是周青在劇組時晚上經常光着上身到他房間，
美其名曰討論劇本，實則勾引他。不僅如此，他還說周青能拿到那部戲的男主，其實是靠稅投資方。周青被逼急了，也開始爆紀成威的黑料。兩人在網上撕得昏天黑地，不僅因為違反和品牌方的約定背上了巨額債務，還被公司永久雪藏。後來聽說周青氣不過，找到紀成威捅了他一刀，紀成威重傷成腎衰竭，周青被判5年有期徒刑。網絡上的紛紛擾擾，我一概不知，只等自己手上的事情處理完後，便開始着手拍我的電影。畢竟人生多姿多彩，要用自己的眼睛看。